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点击点赞、订阅和小铃铛，这真的很重要哦。派友们翘首盼望的主网日子到了，项目方到底有没有大动作？美东时间6月28日下午13点，终于看到项目方主屏幕更新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没有激动人心的消息。更新的主屏幕上这样写道 ：Pi Today， 先驱们快乐。在此处观看核心团队视频，了解激动人心的消息。现在大部分网络都可以提交 KYC， 并且全球已经有超过100万的先驱者通过了 KYC， 主网迁移已经开始了。KYC 的先锋可以完成上面的主网清单，排队等待他们的派迁移到主网区块链。打开主屏幕的视频，尼古拉斯出来讲话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他都说什么了。主网迁移终于来了。由于大多数网络都可以提交他们的 KYC， 以为他们的主网迁移做好准备，因此网络已经开始迁移过程，将 KYC 的先驱者加入封闭的派主网区块链。正如2021年12月28日发布的更新白皮书的新草案章节中所述，当前的封闭网络期旨在让数百万先驱者完成他们的 KYC， 并将他们的派转移到主网，而社区专注于通过构建和使用新的派应用程序，将测试网应用程序过渡到主网，以及完成和改进生态系统基础设施来创建实用程序和引导生态系统，而不会受到任何外部干扰。如果您已通过 Pi KYC， 您可以立即完成主网清单上的所有项目，以将您的移动可转让余额转移到主网。请点击主屏幕上的主网清单以完成您的迁移前要求。完成主网清单的第1到6步后，您将可以使用新的第7步。完成这最后一步，可以让主网传输排队等待迁移。Pi Network 使加密货币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访问，允许先锋在手机上挖掘派而无需支付法定成本。社区的巨大成功能够让开采的派余额准备好迁移到主网。核对清单完成后，先锋的可转让余额将排队转移到他们在主网区块链上的钱包地址。迁移后将有一个14天的等待期，在此期间，先锋的主网钱包中的派余额将不会被由先锋转让，允许网络在必要时进行额外的检查或路线更正以清除转让。鉴于区块链的不变性和网络迁移过程的早期阶段，14天的等待期有助于确保人们迁移的余额是正确的。当等待期到期时，先锋将能够在封闭式派主网上随意使用他们的派可转让余额。您的派移动余额的以下部分将构成您的可转让余额，有资格迁移到主网。请记住，任何剩余或新累积的可转移余额将在第一次迁移后继续迁移，因为网络将在以后继续具有自动、持续迁移的节奏。自挖派根据挖矿绘画时的基本挖矿率自行挖矿时产生，可归属于您的安全圈中的 KYC 先驱者的部分安全圈奖励，来自应用使用、节点操作或锁定的奖励。通过推荐团队奖励开采的派，将在此时暂停迁移，无论推荐团队中的任何人是否经过 KYC 认证，通常归属于不同推荐团队成员的推荐奖励部分。只有在相应成员获得 KYC 后才会变为可转让余额，否则它在移动应用程序中仍为未验证余额。因为计算网络的推荐奖励是计算密集型和昂贵的，所以当网络有更多的人进行 KYC 时，计算这样的奖励是有意义的。推荐团队奖励计算密集型的原因是他考虑了每个特定推荐和推荐先锋队的并发挖掘，即使在同一个推荐团队中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为了网络的效率，任何推荐团队奖励都将在以后有更多 KYC 的先驱者时进行处理和迁移。另一方面，归属于 KYC 先锋的安全圈奖励，此时将转移到主网。请记住，派应用程序主网屏幕上显示的可转让余额，目前不包括这些安全圈奖励，因此
如果您的安全圈的任何成员已通过 KYC， 则迁移到主网的派数量预计将高于当前显示的可转移余额。未来的用户界面将更新此显示的数字，以说明可转让的安全圈奖励部分。最后，派的 KYC 费用将从您的可转让余额中扣除，该余额将进入验证者池，用于奖励派社区的人工验证者劳动力。在初始转移到主网后，先锋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应用程序中，通过做出不同类型的贡献继续挖掘派。新开采的派将通过相同的过程成为可转移余额，为下一次主网转移做好准备。这将在网络稍后激活它时自动发生，锁定在主网上如何运作。虽然基于先锋的锁定设置，锁定的派将被转移到主网区块链中看见。